你搶浩哥的水幹什麼？浩哥，程小磊，你睁大眼看看，他就是个破产的废物。王浩，你欠了100万的债，连老婆都跟人跑了，怎么还有脸来缠着我老公？我来找小磊有事，和你没关系。你这种人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不就是兜里没钱了，想从我老公这儿再蹭点儿？我告訴你，门儿都没有。想喝水是吧？行啊，把这些水舔干净，我就再赏你一瓶。王笑笑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你怎么敢这么说我兄弟？程小磊，今天你要是再敢护着这個廢物，你明天就給我淨身出戶，你1分錢都別想分到，你自己掂量着辦。笑笑，浩哥當年幫過咱們多少？你忘了當年你爸半夜生病，是浩哥連夜開車送去醫院的。一碼歸一碼，那點人情我早還清了。今天他要是敢再黏着你，你跟他一塊滾，你選吧，要兄弟還是要老婆？這水我今天不喝了，我走。浩哥，浩哥，你別跟他一般見識。我知道你來找我肯定是有難處，這500塊你先拿着防身，日子總會好起來的。小磊，這錢我不能要，我其實已經拿着。當年我剛來城裡，是你帶着我撐起這個攤子，要不是你，我程小磊說不定在哪條街上要飯呢。我要徹底翻盤，讓所有今天瞧不起我的人都親眼看着我站在他們頭頂上。老李，聽說了嗎？昨晚古玩街那邊有人花1000塊買了個髒瓷碗，結果賣了整整200萬。古玩街水深，但也遍地是黃金。只要眼光夠毒，一夜暴富太簡單了。別人碰運氣都能撿200萬的漏，我憑什麼不行？現在就去。一眼掃過去全是仿品，這麼大一條街，難道連件真東西都沒有？找到了，150萬。老闆，你這些破牌怎麼賣？嗨，這些破牌扔這兒大半年沒人瞧一眼，你要是真想要，隨便挑一個，給100塊拿走得了，算我開個張。就這破盤子，邊兒都磨花了，還沾着拌麵泥，回去我還得自己刷半天。30塊我拿3個，不賣我就去別家看看。別着急走啊，有話好商量。30就30，虧本給你，拿走拿走。哼，傻帽一個，拿30塊買一堆垃圾回家，真是人傻錢多。真的是乾隆官窯，30塊換150萬，我王浩真的要翻身了。喂，爸，這麼晚了打電話啥事兒啊？耗子，跟你說個大好事兒，你二叔前陣子在城裡開了家高檔瓷器店，這2天剛正式開張。他現在認識的人多，門路廣，生意做得紅紅火火的。我和你媽求了你二叔大半天，他才勉強答應見你一面。你明天趕緊去買最貴的好酒好煙送去，別捨不得花錢。我明天一定買齊帶過去，您和媽別為我操心了。這就對了嘛，明天出門見着你二叔嘴甜點，禮數做到位。聽見了爸，都記着呢。當年我最風光的時候，王建國提着禮上門，一口一個大侄子有出息。我一朝落難，連見一面都要我爸媽低三下四去求。也罷，這個盤子等等有機會了再出手。明天先去把獎對了，有了現金傍身，再去會會這位大老闆二叔，他能擺出多大的架子？你好，麻煩核銷一下彩票。200萬，你這是中了當期頭獎。先生，您的100萬大獎信息核對無誤，按照國家規定扣除20%的個人所得稅，稅後獎金共計160萬元整。您在確認單上簽字就行。多謝，請問獎金什麼時候能到賬？3小時內，160萬會全額打入您預留的個人銀行賬戶，您注意查收短信提醒就行。爸，您快看誰來了？這不是我那個創業欠了100萬債，連老婆都跑了的廢物堂哥嗎？今兒怎麼有空來看咱們了？不會是沒錢吃飯來混飯了吧？王浩，你爸媽隔3差5就給我打電話，求我給你安排個工作。可你看看自己現在這樣子，我就算給你安排了活，你也會砸了我店裡的招牌。二叔，我爸媽也是擔心我才總麻煩您，這點東西是我專程置辦的心意，您別嫌少。心意？你欠了一屁股債，也買得起飛天茅台和極品燕窩？我看是9塊9包郵的假貨吧？拿這些破爛來糊弄我們，你也不看看我們這是什麼地方？行了，王浩，看在咱們是親戚的份上，我公司的後勤倉庫還缺個看門的。你要是願意，今天晚上來上班，1個月給你1000。喲，我當是誰呢？王浩，真是稀客啊！我還以為你在哪個工地上扛水泥呢，沒想到居然跑到這裡要飯吃。
蘇菲、劉胖，你們別欺人太甚！我的好兄弟，當年你那麼風光，怎麼現在你破產了，跑這裡來當狗了？劉總，您可是我們盛世瓷革最大的合作商，大駕光臨，怎麼也不提前說一聲？快請坐，快請坐。王超，趕緊把我的頂级普洱泡上。劉總、蘇小姐，二位能大驾光臨小店，真是讓我們這瓷革蓬蓽生輝。快里邊請，我給二位介紹一下刚到的新貨，都是正经景德鎮官窑級別的好東西。王浩，當初我跟着你，連個香奈兒都不給我買，現在劉哥隨手就送我100萬鑽戒和頂級名牌包，你呀，這輩子也只能當那泥潭裡的爛泥了。蘇菲，你當年夥同劉胖偽造賬目，偷偷捲走我公司300萬流動資金，拿着我的錢的東西，你夜裡睡覺就沒有良心不安過？王浩，你現在就是個一無所有的廢物，生意垮了就見不得我過得好，憑空捏造髒水往我們身上潑。我什麼时候捲過你的錢？你拿出證據來。還有你刘胖，平日裡一口一個好兄弟，背地裡挖走我的客戶，掏空我的公司，一個毫無商業底線，靠偷東西起家的商業間諜，也敢坐在這兒裝模作樣啊！王浩，你找事兒是不是？信不信我一個電話讓你在整個江城連搬磚的活都找不到？王浩，你給我閉嘴！劉總可是我們盛世瓷革的財神爺，你一個欠債落魄的窮屌絲算什麼東西？也敢在店裡當眾衝撞貴客，滿口瘋話！你立刻給劉總和蘇小姐跪下磕頭道歉！要是搞砸了我們公司的合作，老子今天扒了你的皮！讓我给他們2個下跪道歉，他們不配。王浩，你簡直不可理喻！我今天把話撂这兒，從今往後我就當從來沒有過你這個侄子。我會親自跟你爸媽說清楚，以後咱們2家徹底斷絕親戚往來。聽見沒有？你趕緊滾出我們盛世瓷革，別在這兒礙眼。眾叛親離，這就是跟我作對的下場。識相的就自個兒滾，別等我叫保安來趕你。斷絕關係，正合我意。你們這種趨炎附勢、有眼無珠的親戚，不要也罷。二叔，你把这2個人當成祖宗一樣供着，可你知不知道，他們渾身上下連一件真東西都沒有？你胡說什麼？這包針腳粗糙，走線不勻，金屬扣連 logo 刻字都是歪的，不過是200塊的高仿假貨。還有這勞力士濾水嘴，表盤指針根本不是機械掃，而是石英機芯在跳秒，9.9塊地攤貨吧。二叔，他們連穿戴都是一堆假貨，你覺得他們能給你的瓷器閣帶來什麼高端珍品？好像真是假貨，爸，劉總經手給咱公司的那些高端老物件，不會也有問題吧？劉總，這怎麼回事？放屁！這是江城古玩鑑定中心開具的權威證書，老子經手的東西每一件都是貨真價實的真品。你一個破落戶，懂個屁的鑑寶！王浩，你自己窮瘋了就跑來這裡眼紅造謠。劉總，對不起，實在對不起，我已經跟着王子斷絕關係了，他的話連個屁都不算。王浩，聽到了嗎？這就是你和劉哥的差距，趕緊滾吧，別在這裡自取其辱了。王浩，看見沒有？白紙黑字，紅章剛印，你算什麼東西？也敢質疑老子？滾吧！再不走，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。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。既然你們執意要自尋死路，那我就成全你們。等我出手了手裡的乾隆官窑，拿到第1桶金，再回來跟你們慢慢算這筆賬。什麼玩意兒也敢跟我叫板？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麼浪花來。先生，我們這兒只收真品老貨，不收地攤仿品。您要是隨便逛逛也行，但是別碰架子上的東西。我是來出一件老物品的，收不收得看過貨再論。沒件東西就先扣帽子。你們這做生意是這個規矩？我在這兒幹了3年，你這樣的我見多了，揣着幾十塊的地攤仿品就想來碰運氣講故事，真當我們博雅齋是冤大頭？別在這兒耽誤貨老鑑寶，趕緊走吧。是不是仿品看過再說，別拿你那點眼界當成衡量所有東西的標準。哪來的窮酸貨在這裝大尾巴狼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吵什麼？货老，这個窮酸貨揣着個地攤破爛，非要咱們收，我好言勸他走，他還嘴硬找茬，故意耽誤您的功夫。老先生，抱歉，擾了您的興趣。我這裡有件瓷盤，想請您長長眼。您請看。等等，
這是大清乾隆官窯青花缠枝连紋赏盘。怎么可能？再看着釉面，釉色莹潤如玉，青花發色純正濃郁，酥迷離清的暈散感天然無角飾，濃淡過渡如水墨冉冉，毫無現代化學料的生硬痕跡。好東西，當真是好東西。小友，這件重器你是從何處收來的？古玩街地攤30塊錢收的，鎮清級。30塊，哈哈哈哈，好眼力！古玩行簡陋不稀奇，可花30塊點回一件乾隆官窯重器。老朽在這行摸爬滾打40年，也沒見過幾個比你更厲害的年輕人。老先生過獎，既然您也認成是真品，那您這邊能出什麼價？在商言商，市場價150萬左右。老朽是真心喜歡這件殘品，也誠心交你這個朋友。我給你200萬全款，當場轉賬。成交。到賬200萬元。小友年紀輕輕竟有如此眼力，老朽佩服。這是我的名片，日後若再收得珍稀古玩，優先送來博雅齋，老朽絕不虧待你。多謝貨老抬愛，日後若有好貨，定當第一時間登門。你走路不長眼睛，老子懷裡揣的是祖傳的寶貝，你這窮酸貨撞壞了，賠得起嗎？明明是你撞的我，我站這兒沒動，你自己低頭往人身上撞，還倒打一耙。就你這窮酸樣，穿的跟要饭似的，走在路上都碍眼。怎麼着，撞了老子還想賴賬？東西沒摔，不過我勸你一句，做人留點底線，拿假貨糊弄人，早晚有栽跟頭的一天。你放屁！老子這是家傳了3代的老物件，你個窮鬼懂什麼？沒錢就滾遠點，別在這擋路。店員，快叫你們老板出來看看，我這可是祖傳的宋代龍泉窯瓷碗，家裡現在出了點事兒，需要用錢，着急出手。这位先生，東西看着確實開門，您稍等，我請我們老板出來。這位老弟，我就是聚寶閣的老板。巧了，這是季氏集團的季總，他正好在我這兒挑給季老爺子的壽禮。聽說你有龍泉窯的重器，快拿過來讓我開開眼。老板，季總，你們看這底足，這胎骨，妥妥的宋代龍泉窯正窯口。不信你們儘管拿去機器檢測，假了我分文不取。要不是家裡急需用錢，我說什麼也不會賣這件傳家寶。那碗要是真的宋代的龍泉窯，可是價值連城啊！熱視光都測過了，那還有假？我親眼看着取的胎樣，錯不了。季總您看，底足胎土測年結果遠超100年，系統直接判定真品，這可是正經的老物件，給老爺子當壽禮再合適不過了。季總，我這碗您拿去給季老會長賀60大壽，老爺子一準喜歡。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東西的分量。行，既然檢測沒問題，劉秘書按約定轉賬100萬。100萬。等等，這碗是假貨，不能買。哪來的小伙子懂不懂行？儀器檢測白紙黑字的真品，輪得到你在這胡說八道？好啊你，剛才在門口撞了我，懷恨在心，現在故意跑進來搗亂是吧？我看你就是見不得別人好。這位先生，你說它是假貨，依據是什麼？這碗確實有100年歷史，但只有碗底這一圈是老的。碗身是現代用化學釉料高仿燒製，再用特制膠水和老底拼接在一起。古玩行裡這叫老底接新胎。小伙子別瞎編了，聚寶閣開了10幾年，什麼寶貝沒見過，還能看錯這個？你們做熱視光檢測，為了不破壞起眼品相，只會從最不起眼的圈足底部鑽取胎樣。這位劉先生就是吃準了這個規矩，才敢拿着拼接貨來闖你們的店。先生，空口無憑，怎麼證明你說的拼接？很簡單，接胎是用松漿和化學膠水粘合的，只要用滾燙的開水潑灑碗身與底足的銜接處，冷熱溫差之下，拼接縫隙膨脹，就會釋出刺鼻的松香膠水味，真假一目了然。好，我親自來試。今天這碗是真是假，所有後果我季香雪一力承擔。不賣了，這碗我不賣了！你們憑什麼毀我的東西？我不驗了！天哪，真的是膠水味！這碗真的是拼測的假貨！好家伙，差點就被騙了！這要是100萬買回去，可就打了水漂了。拿拼接的破爛設計，竟然騙到了我季香香的頭上，真是膽大包天！把他送去安保部處理。怎麼不會啊？今天多虧先生慧眼識破騙局，不然我不光損失100萬，要是把這東西送到爺爺壽宴上，季家的臉面就丟盡了。我是季氏集團的季香香，大恩不言謝。日後王先生若是在襄城遇到任何難處，打這個電話，季家一定全力相助。舉手之勞，季總客氣了。
税後160萬獎金，加上剛才出手藏品的200萬，整整360萬。從沒想過我還能再一次有這麼一筆錢，我王浩也該換個活法了。拿4部最新款手機，頂配的。好的，先生，請稍等。先生，4部最新款頂配折疊屏手机已經全部激活装好，一共是8萬元整。刷卡。支付成功。先生，您的卡請收好，感謝您的光臨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手机換了，代步的車也該安排上，往後跑古玩市场看貨收貨，有輛車总会方便。又來個蹭空調的，你看他那身行頭，加起來都沒咱們車標值錢。可不是嘛，周末這種人最多，圍着車摸來摸去問半天，最後啥也不買，纯浪費時間。先生您好，外面太陽大，您先喝口水解解渴。請問您想看看什么類型的车？我給您介紹。日常代步，好開省心就行。先生您看這款是今年的爆款家用車，續航扎實，市區通勤完全不用擔心的里程焦慮，配置也夠日常用，性價比很高。就這台吧。啊，先生您確定？要不要我再給您講講配置和優惠政策？不用了，全款刷卡。好的，先生，您請在貴賓區稍坐，我這就去為您辦理全款提車手續。先去銀行把昨天預約好的現金取出來，欠了這麼久的賬，也該徹底清了。先生您好，請問您辦理什麼業務？我來取錢。王先生您好，您預約提取的150萬元現金，我們已經全部幫您清點完畢。謝謝。150萬，就在幾個月前，為了湊100萬的窟窿，我低三下四求遍了親戚朋友，尊嚴被人踩在泥裡碾。沒想到有一天，我能這樣安安穩穩地把錢取出來。你就配在這撿垃圾扛貨，我要是你，早就沒臉出來見人了。想喝水是吧？行啊，把這些水舔乾淨，我就再賞你一瓶。從今往後，我就當從來沒有過你這個侄子，我會親自跟你爸媽說清楚，以後咱們兩家徹底斷絕親戚往來。我的好兄弟，你公司破產背債，全都是我一手策劃的，你這輩子都只能趴在地上當我的一條狗。你這輩子就是個泥盤裡的爛泥。蘇菲、劉胖、王長貴，還有我那嫌貧愛富的二叔。你們一個個欺我、辱我、踐踏我的尊嚴，把我踩進泥裡肆意碾壓。我王浩如今身懷透視神眼，昔日你們施加在我身上的所有屈辱，踩碎的尊嚴、潑過的冷水、斷過的情分，從今起100倍奉還、1000倍清算，欠我都一點一點全部討回來。當初我被債主追得東躲西喪，連飯都吃不上的時候，是程小臉掏光了結婚的彩禮錢，拼了命拉我一把。這份情，我得加倍還。老子知道王浩那個窮鬼就躲在你家裡。王浩，今天100萬拿不出來，老子直接把這旁門拆了，你們倆誰也跑不掉。程家這是又被人堵門了，上周才鬧過一回吧？這日子還怎麼過啊？聽說是他那個兄弟王浩害的。那個王浩你記得吧？以前在城南開貿易公司的那個，後來破產，欠了一屁股債，老婆跑都跑了。程小磊，這日子你到底還想不想過了？笑笑。当初要不是浩哥幫我，我現在不知道在那條街要飯呢。現在浩哥落難，我不能忘恩負義。但現在他拿你當擋箭牌，我們家連下個月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你還天天省吃儉用替他還債。現在債主天天堵門，鄰居在背後戳脊梁骨，我跟着你受盡了白眼，這日子還有什麼盼头？我就是王浩，找我用不着堵別人的門。躲得過初一，躲不過15，你總算肯出來了，還錢！今天拿不出100萬，就別怪我們不客氣，讓你躺着出去。浩哥，你糊塗啊！你回來幹什麼？快走，這裡我來頂着。王浩，你別在這連累我們家了，有錢你就還，沒錢你就跟他們走。這是100萬，一分不少，當場2清，拿着錢立刻滾。算你識相，數目沒錯。錢結清這事兒就算翻篇，但你記住，下次再敢拖欠，沒這麼好說話。浩哥，你哪來這麼多錢？你老實告訴哥們兒，你沒幹違法的事吧？小磊，放心，這些錢是我憑本事賺來的。笑笑，以前是我連累了你們，從今往後，你們安心過日子。浩哥，你這是幹什麼？我不能要你的錢。小磊，這幾年為了幫我還債，你連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這裡面有30萬，其中15萬是還你以前幫我墊付的本金，這另外15萬是我給兄弟的利息。拿着它，把下個月的房租交了，再帶笑笑去吃頓好的。
王浩，之前我不分青红皂白泼了你一身水，还说了好多难听话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住你。那事儿我早忘了。行了，我还有正事要办，先走了。耗子，有空就回来，咱哥俩好好喝一顿。听说了吗？王建民家那个当老赖的儿子王浩，在城里被债主满大街追着打，丢尽了咱们桃源村的脸。谁说不是呢？好好一个小伙子，混成个老赖，王建民两口子这辈子算是抬不起头了。哎，你看那车上下来的是王浩，不能吧？他不是欠了债躲外头跑路了吗？咋还开上小轿车了？瞅着这车漆，这车标，档次可不低呀！妈，大白天的怎么还锁门了？耗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快去镇上医院，你家里出大事了！赵大妈，你慢点说，到底出啥事了？我爸我妈怎么了？你爸今天在地里干活，被那帮碎嘴的村民指着脊梁骨骂白眼狼，你爸一时气急攻心，当场吐血昏厥，刚被救护车拉去镇医院抢救了。耗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爸的……妈，你先别哭，我爸怎么样了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哪位是王建民的家属？我是他儿子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病人是情绪过激导致气急攻心，引发了暂时性休克，目前已经抢救过来，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好好静养，观察几个钟头就能醒。你爸这辈子老实巴九的，跟谁都没红过脸，这回硬是被人给气成这样啊！妈，我爸一向身体硬朗，怎么会突然气到吐血？张大妈说是村里人说闲话闹的，到底是谁挑的？今早你二叔特意把電話打到地里來，你也知道咱家那片麥地緊挨着旁人的，當時張大媽、李嬸、你趙叔他們都在邊上幹活，聽得一清二楚。他是故意的，就是要當着全村人的面打我爸的臉。他當着村裡所有人的面對你爸破口大罵，根本不給你爸說話的機會，說王家有你這樣的種是8輩子造了孽，敗壞了祖宗的名聲。王建國，你二叔還當眾宣布，從今往後和我們家斷絕一切親戚關係。你爸一輩子老實憋屈，哪受過這麼大的羞辱，當場就噴出一口血，直挺挺倒在地裡。王武孫上潑髒羞辱爸，二叔，這筆賬我王浩記下，咱們走着瞧。爸這次虧了氣血，得好好補補。野生人參燉雞湯，冬蟲夏草泡水喝，媽也跟着吃。這幾年他們倆受的苦太多了。耗子，真的是你！張軍，我的天，野生人參頂級燕窩，耗子你這是中了大獎，一夜暴富了。這一車東西沒有上萬塊可下不來啊。沒有，就是最近賺了點錢，我爸住院了，買回去給他調養身體。叔住院了，怎麼回事？嚴重不嚴重？氣急攻心。現在已經脫離危險了，我買這些回去給他補補。耗子，這幾年你不在家，不叔叔阿姨在村裡過得有多憋屈。村裡那些碎嘴的，天天說你在城裡負債累累，當老大，叔叔阿姨在路上走着都受盡了冷眼和嘲諷。你二叔王建國更是個白眼狼，這些年他開古玩店發了財，對你們家不僅沒有半點幫扶，還處處落井下石，故意在村民面前貶低你們。聽哥們兒一句勸，人心隔肚皮。你現在有錢了，千萬別輕信別人，更要提防你二叔那一大家子，他們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頭的豬。放心吧，張軍。我心裡有數，等我忙完這陣子，一定來找你好好喝一頓。這小子這回回來，氣場完全不一樣了。爸，你終於醒了。胡鬧！誰讓你買這些中看不中用的貴重東西的？得花多少錢？你哪來的錢瞎糟蹋的？是啊，耗子，你身上還背着100萬的外債，平時連頓飽飯都捨不得吃，怎麼能這麼大手大腳？我們老兩口哪用得上這些貴重東西？爸媽，你們別擔心，我的債已經……少給我打馬虎眼兒！你欠了一屁股債，不想着怎麼踏實賺錢還債，反倒學會打腫臉充胖子。你是不是還在外面瞎折騰，非要把這個家拖垮才甘心？耗子，你聽媽一句勸，你二叔說要斷親，那都是氣頭上的話，當不得真。他在城裡開大公司，人脈廣，你以後要想翻身安穩脫困，少不了他拉你一把。你去認個錯，服個軟，你二叔肯定不會不管你的。你現在就把這些東西提着去你二叔家，老老實實給他認錯，低頭和解，就算下跪你也得求他原諒。你知不知道他現在在村裡怎麼說你？說你欠了人家的錢，在外頭躲着，
真跟他斷了親，全村人都得戳咱們家脊梁骨，你這輩子在村裡都抬不起頭。爸媽，我不可能去給他道歉，他不配。從頭到尾做錯的人不是我，是他仗着長輩的身份顛倒黑白，往我身上潑髒水，還當眾羞辱我爸。我賺的每一分錢都乾乾淨淨，我沒必要為了旁人的閒話，就低三下四去給人賠不是。你不去，你以為你有多大本事？你背着100萬塊的債，在城裡連個立足的地方都沒有。没有你二叔，你這輩子都別想翻身。你知不知道你媽為了你的事偷偷哭了多少回？你是不是非要把我們老兩口活活氣死你才滿意？耗子，媽求你了，別跟你二叔硬碰硬。他現在有錢有勢，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蟻一樣容易。去道個歉不算丟人，留條后路總沒錯。你真鬧掰了，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？爸，我說了，我不会去道歉的。王建國做了虧心事，該道歉的人是他。我看你就是被那點破自尊冲昏了頭。自尊能當飯吃，能幫你還債。等你真走投無路了，就知道親戚有多重要了。我養你這麼大，不是讓你由着性子胡來的。爸媽，你們先別生氣，看看這個。爸媽，以前讓你們跟着我担驚受怕的，没少受罪。這是我給你們買的新手機，1人1台，以後用這個跟我視頻方便，也算是我的一點心意。這是10萬，耗子，你跟爸說實話，這錢到底是哪兒來的？這麼多錢，耗子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你不是還欠着100多萬吗？怎么突然就有这麼多錢了？你可別嚇唬媽！王浩，你老實交代，你是不是幹了什麼違法亂紀的事兒？是不是去幹壞事了？你可不能為了翻身把自己搭進去啊！爸媽，你們放100個心，我在城裡遇到了貴人相助，這錢是我憑本事賺來的，乾乾淨淨。不僅如此，我所有的外債也已經全部結清了。好，沒做壞事全清了，咱家終於能挺直腰桿做人了。耗子，你沒走歪路就好。爸，你好好養病，以後這家兒子撐。耗子，大事不好了！村裡的惡霸趙大奎帶着好幾輛挖掘機和推土機，把你們家後山的果園給圍了，說要推平了建商貿倉庫。張大媽，您別急，他們動手了嗎？還沒，但挖掘機已經開上山了，你們快回來看看吧。你家那幾棵你爺爺在時種的老李樹，趙大奎說黨他規劃的路要第一個砍。好，我們馬上到。張大媽，麻煩您幫我盯一下，他們要是真動手，您幫我錄個像。另外，麻煩您跟鄰居們說一聲，今年大家的果子收購訂單，我王浩照單全收，一個都不會少。喂，是桃園村村委會嗎？我是村民王浩，我要報備一起土地糾紛。那果然是耗子你從城裡回來一棵一棵親手種下的呀，還有你爺爺留下的那幾棵老李樹。爸，我知道，所以這件事更不能讓他們亂來。我現在帶你們過去。爸媽，站我後面，別靠近那些機器。爸，你看這老李樹，又擋路又礙眼，推了正好當柴燒。王浩，你這破果園的仨瓜倆棗，純屬浪費地，早該鏟了。大家伙都來瞧瞧，這是當年的土地記賬。這塊山頭早在30年前就竊權給了我大伯趙強。王建民，我大伯看你們可憐，默許你們在這種樹。現在我們要用這塊地建廠。還有王浩，你在外頭欠了一屁股債，誰知道現在是不是在搞什麼勾當？別到時候連累了咱們全村。少叔，每年秋天王浩都按市场山核桃和板栗比贩子高2毛錢。你把果園推了，我們這些老人家的油鹽錢找誰要去？就是，王家果園在一天，我們這些散戶的果子就有地方销，憑什麼斷我們的財路？是啊，這是趙家的地，我想怎麼着就怎麼着。爸，您跟他們廢什麼話？看見車沒？落地50多萬。王浩，你現在不吃不喝，打工一輩子也買不起這一個輪胎。趙大奎，拿一輛報廢拼裝車在這裝50萬的豪車，你也不怕半路散架？你放屁！我這是正兒八經的進口寶馬。大家仔細看，這車門漆滅不均匀 ，A 柱有明顯的切割焊接痕跡。趙大奎，你這車是在報廢肥收賬占金買的吧？都愣着幹什麼？給我開機，先把那棵老李樹給我推了！住手啊！那是我爸生前親手種的樹啊！趙大奎，你剛才的所作所為，我已經全部錄像。今天這棵老樹你敢推倒，我就會立馬曝光你。你不信可以試試，是你的挖機快，還是我的網速快？先撤，這小子早有準備，今天不能硬來。行，王浩，你給我等着，這事沒完。好，我隨時恭候。另外，今天你損壞的3棵桃樹、刮傷的1棵老李樹，以及踐踏的成熟果實，
我也会列個詳細清單，正式向你索賠。爸媽，我們走。這趙莊一家真是太欺負人了。那老李樹可是老爺子年輕時種下的，歲數比咱們都大。我王建民一輩子老老實實，如今連棵樹都要保不住了。爸媽，你們放心，這件事交給我，我一定會讓他們付出代價。大奎，我这眼皮子最近老跳，总感觉最近有事儿要发生。王浩今天又是录像又是举报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咱们要不要防着点？防他？爸，您就是老了，胆子小。他那公司早倒闭了，背了一屁股债，手机录像能顶什么用？他刚才动动嘴皮子就走了，翻不起什么浪花。王先生，您预约的30万现金已经全部为您准备好了，请您清点。多謝趙大奎，你想1分錢不花白嫖你大伯的地建廠，今天我就讓你見識見識什麼叫釜底抽薪。張帆芳，你掉錢眼裡了是不是？大奎是我親侄子，他建廠用咱家那塊地怎麼了？老強，你少在這裝大方，什麼親侄子？趙莊家現在天天開寶馬住新房，想過拉扯你這個當大伯的一把嗎？那地是我們自己的，大奎佔用那塊地建廠，一年能省多少租金？我們憑什麼白白讓他用？親兄弟也得明算賬。那是我親弟弟，長兄如父，我幫幫他們怎麼了？你要是再跟我提錢，這日子就別過了。不過就不過，咱們家連件像樣的家具都沒有，你還在這充大頭鬼！我告訴你，不給租金，那咱們就離婚。大伯、大娘，我來看看你們。哼，王浩，你要是為着後山那塊地來求情的，我勸你免開尊口。這地大奎要建廠，誰來求都沒用。就是，兩家平時雖然親近，但公事公辦。你們王家佔了我們家30年便宜，現在也該還了，別在這死皮賴臉。大伯，我今天不是來求情的，我是來跟你們談一樁生意的。王浩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大伯，你名下的那塊地我要了，租期30年，一次性付清，30萬租金就在這兒。30萬！哎呀，王浩，你看看你，來就來吧，還帶這麼多現金，快坐快坐，大娘給你倒茶。王浩，不是大伯不租給你，主要是大奎那邊早就跟我打過招呼，設備都快訂好了，過2天就要動工建廠，我這時候反悔，實在不好交代啊。王浩，你可別跟你大伯一般見識，他就是個死腦筋。這麼大的事兒也不能倉促決定，你讓我們兩口子私下好好商量商量，明天一早我們肯定給你一個準話。沒問題，不過我有一個條件，在建廠完成之前，租地的事兒絕對不能傳出去。放心，大伯的嘴最嚴，連一隻蒼蠅都飛不出去。老婆，我明白了，王浩這根本不是想租地，他這是要釜底抽薪，用這30萬把大奎的廠子活活憋死啊！不行，大奎是我親侄子，我不能幹這事兒。趙強，你是不是腦子進水了？30萬啊，咱們一輩子不吃不喝，能攒幾個30萬？你居然還在這顧及着他們！趙莊到底是我親弟弟，大奎建廠也是正事兒。我要是把地租給王浩，大奎的廠子就徹底廢了，這不等於在背後捅自家人刀子嗎？自家人，趙莊一家平日裡吃香的喝辣的，開着寶馬，什麼時候拉扯過咱們一把？他把咱當叫花子打發呢。今天下午王家果園那棵老李樹你也看見了，趙大奎說產就產，那是王浩爺爺留下的樹啊。今天他能產王家的樹，明天就能拆咱家的房，你還指望他跟你講親情？可這要是傳出去，村裡人怎麼看我？有了這30萬，咱們去縣城買套房，誰還管村裡這檔子爛事兒？我告訴你，趙強，你要是不簽，今天晚上你就給我滾出去。行，要是他也願意出超前租，我就把地留給大奎；要是他不出錢，就別怪哥哥我不講情面了。哥，大晚上的打什麼電話？我這忙着呢，有屁快放。阿壯啊，是這樣，大奎要用我那塊地建廠，你看是不是也得簽個正式的租賃合同，稍微給點租金，你嫂子那邊我也好交代。給錢？趙強，你腦子被驢踢了吧？老子用你的地是看得起你，還想要租金？你跟那個張芳芳是不是想錢想瘋了？我告訴你們，1分錢沒有，明天大奎就帶人施工。你要是敢攔着，別怪我當弟弟的不認你這個哥。掛了。哼，聽見了吧？這就是你處處替他着想的好弟弟。王八蛋，這地我租給王浩。王浩，合同簽了，大伯今天把話放這兒，這塊地30年內除了你，誰也別想動一根草。大伯，合作愉快，這裡是30萬現金，您收好。另外這份委託書，麻煩你也簽個字，授權我安排專業團隊把果園裡的果樹移走。有您簽字，趙大奎就再也沒理由攔我移樹。你打算把樹移哪兒去？咱們這山上土質好，換個地方怕養不活啊。大伯放心，我在隔壁清風嶺租了一片專業種植園，那邊土質水源都經過檢測，比這後山還適合果樹生長。至於那幾棵老李樹和我親手種的那幾棵桃樹，
我会移栽到我自家新建別墅的後院裡，專人養護，一棵都不會少。好，你有規劃就好。先生，咱們的基礎款鄉村別墅整體造價在30萬左右，中檔輕奢款是50萬。至於這套頂配方案，包含蘇式園林庭院、雙層地下儲藏室以及全套高檔防潮設計，全包價是80萬。不用介紹了，直接定這套80萬的頂配，刷卡。另外，我聽說你們有專業的移栽與庭院造景團隊，我有一批果樹。有的，王先生，果樹移栽、庭院造景、養護一條龍服務。明天早上6點，移栽車隊和首席園藝師會在您村口列隊，一切聽您調遣。你们看，那棵桃树是王浩5年前从外地引进的新品种，他亲手嫁接的第一批。当年为了伺候这批苗，他在山上大棚子住了2个月，今天总算保住了。那棵老李树才是宝贝。我小时候就听我爹说，那是王浩爷爷年轻时种的，少说50年往上。还好王浩动作快，今天就把树移走。不过王浩怎么突然就能动工了？赵强不是一直向着赵大风吗？听说那几棵树挡着施工路线，王浩主动说移走腾地，赵强老婆松了口，赵强也就没拦。家今年的板栗按老规矩你收着，你这边果树移走了，后面果子还收不收？张大妈，您放100个心，所有山货照单全收，价格跟去年一样，不压1分钱。果树移到哪儿，生意就跟到哪儿。我王浩说到做到。听见没？王家果園就算換地方，咱們的果子也有銷路，比趙大成那沒影的廠子靠譜多了。你大伯怎麼回事？我昨晚打電話讓他今天別放人上山，他怎麼還是讓王浩進來了？我問了，大伯說是張分發不讓攔，說王浩主動移樹，正好省了咱們推樹的功夫。爸，你放心，等樹搬完了，地我照樣推平建廠，到時候他王浩連一片葉子都別想留。趙大老闆，您不是說今天要動工嗎？怎麼站這乾看着？您那挖掘機停在山底下都生鏽了吧？你懂什麼？今天是開土的忌諱日，明天就開工，地是我的，我着什麼急？別在這杵讓人看笑話，先回去。趙大奎，好好享受你最後的狂歡吧。不是王浩嗎？怎麼看着老子的新廠房今天落成，特意跑過來巴結我，求我給你找份活幹？大家伙瞧瞧，這就是實力。在咱們桃園村能建起這麼氣派廠房的，也就我們大奎，不像某些人一身窮酸還欠着一屁股債。王浩，你帶這幫泥腿子拿些鐵鍬鋤頭，是想來應聘保安嗎？趙大奎是真發達了，幾十萬的新廠房說蓋就蓋，以後在村裡絕對是數1數2的大戶人家。那可不，這下趙家徹底起來了，以後咱們村人說不定都得養着他過日子，沾點好處。可惜王浩年輕氣盛，非要得罪趙大奎這種狠人，這下把人徹底惹毛了。往後他在村裡的日子怕是不好過嘍。趙大奎，這廠房蓋得挺結實，花了不少錢吧？那當然，鋼結構、全自動流水線，足足花了老子30多萬。在這村裡，老子就是唯一的規矩。王浩，我勸你識相點，趁着今天好日子，給我道個歉，敬杯酒。之前你攪黃我的事兒，我還能既往不咎，要不然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把這棟違章建築給我全部推平，一塊鐵皮也別留下。好嘞，兄弟們，開機幹活！王浩，你瘋了！這是老子的廠房，你敢動下，老子就去告你！私闖民宅，強拆民房，王浩，你竟敢跑到我們趙家的地上來撒野，還有沒有天理了？爸，別跟他廢話，他今天要是敢動我這廠房一根汗毛，老子廢了他！趙壯，睜開你們的狗眼看清楚，這是我和趙強大伯簽的30年土地租賃合同，大伯已經把這塊地尊給我了，租金30萬，一次性付清。這塊地現在的使用權歸我，你們在我的地上私搭亂建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來了也得拆！不可能，這絕對不可能！不，這上面怎麼會有大伯的簽名？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我大伯怎麼可能把地租給你？你這合同肯定是偽造的！你要是不信，現在就可以打電話問問。你放屁！他明明答應過我，這塊地留給我建廠用。你這合同一定是偽造的，是你騙人的！對，你騙人的！大奎，別信他的！你大伯可是你親大伯，怎麼會幫着外人來整咱們？趕緊給他打電話，我這就撕穿你的謊言！大伯，王浩拿了一份假的租地合同，要拆我的廠房，你快告訴大家，這合同是他偽造的，你快讓他滾啊！大哥，你快跟大伙說說，這地是你留給大奎建廠的。大奎、趙壯，你們別嚎了，合同是真的。大伯，你說什麼？那塊地我已經正式租給王浩了。30萬租金我也已經全部收到了。趙強，你糊塗了！我是你親弟弟，大奎是你親侄子。你把地租給外人來拆大奎的廠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你還是人嗎？趙壯，你還有臉提你是我弟弟？這麼多年，你們家開豪車住洋房，什麼時候把我們當過親人？大奎要用我的地，我提一句租金，你把我當叫花子一樣臭罵。你們扒王家的醋房的時候蠻橫霸道。
现在地被租走了，跑来跟我讲亲情，我呸！这我租给王浩快，大奎的违建品必须拆。动手拆！王浩，别拆，求你了，别拆！这厂房花了我大半辈子积蓄啊，我还借了20万，你拆了我连命都保不住啊！你们当初推平我家果园的时候，有想过会有一天跪下来求我吗？给我拆，1塊板子都不准剩。谁是赵壮赵大奎？我们接到实名举報，你们父子涉嫌长期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違規侵占、私搭亂建。同志，誤會啊！這廠房我們不建了，我們不懂法呀，求求你們饒了我們這次吧！王浩哥，大奎給你磕頭了，求你說句好話，大家都是一個村的，你不能把我們往死裡整啊！之前我爸我媽讓你們收手的時候，你們怎麼不說是同村的？天理昭昭，因果報應。金絲楠木，拂去塵埃，宮廷氣氣。今天就用你來敲開江城頂級古玩圈的大門。季總，今晚的江城私人藏家酒會入場券需要一件估值1000萬以上的級藏品，我們準備的幾件玉器都被退回來了。我父親的60大壽在即，如果不進這個酒會拿到那尊延壽缸治他的老毛病，我們季家就真的無能為力了。難道天意如此？季總怎麼在這兒？王浩，是你。今晚有一場一票難求的頂級藏家酒會，我正缺一件朕的廠子的重戲當入場券。季總，看看我這件東西夠不夠分？這是地紅九龍紋春字捧盒，看着雕工的厚度和漆色，絕對是清代宮廷造辦出的頂級制式，品相完好，無一絲裂紋。夠了，太夠了！王浩，你簡直是我的福星。劉秘書，立刻去辦手續。今晚我要邀請王浩先生作為我們季氏集團的特邀鑑寶顧問，一同赴會。是，季總，我這就去辦。老婆，你看這是誰？這不是你那個破產當苦力的前夫嗎？老公，真是晦氣！大白天的，怎麼連聚寶閣這種高雅地方也有要飯的來招搖撞騙了？季總，您可別被這小子的花言巧語騙了，他就是個欠了100萬的破落戶。季總，您瞧他手裡拿的那個破盒子，紅漆都掉色了，一看就是銷商品批發廠10塊錢一個的現代仿品。他拿這垃圾來，分明是想騙你們季家的錢。住口！我那100萬早就還完了，倒是你們每天穿着名牌，帶着珠寶，就真以為自己擠進上流社會了？劉總口口聲聲說我是騙子，那你胸前這顆假珠子又是個什麼東西？這可是老子花了重金從藏地請回來的老料天珠，你懂個屁！這不過是用普通的瑪瑙，經過強酸腐蝕，再用金屬鹽化學染色，最後放入微波爐裡快速加熱，產生人工風化紋的現代工藝品，價值不超過200。你帶着這種劣質品招搖過市，也不怕脖子爛掉？老公，你快戳穿他，他這是嫉妒你！王浩，你竟敢壞我名聲！好，你嘴硬是吧？今晚的私人藏家酒會，老子也會去。我們萬寶齋這次可是搬出了鎮店之寶北宋汝窯天青釉夔口盞。今晚在酒會上，老子要在全江城名流面前把你的假貨砸個粉碎，讓你在古玩界徹底無法立足。哼，那我便在酒會上恭候大駕。老公，萬寶齋的面子就是大，連這種頂級酒會都能帶我進來。哼，季家帶一個土包子來，今晚注定要丟盡臉面。今晚咱們就等着看王浩那個廢物的笑話。憑什麼？這個廢物憑什麼能穿得這麼好？大家快來看，這個男人是我的前夫王浩，之前在古玩街專門用假貨碰瓷，今晚混進這頂級酒會，就想找在座的各位騙投資。不會吧？季氏集團怎麼帶這種人來？真是拉低了酒會的層次。保安死哪兒去了？還不快把這個欠債的騙子趕出去！這位先生，請出示您的特邀嘉賓證，否則請立刻跟我們出去，不要打擾貴賓。放肆！王浩先生是我們季氏集團的特邀鑑寶顧問，他的入場看是我親自簽發的，誰敢趕他走？季總，您為了維護一個小白臉，連季家的名聲都不要了嗎？一個搬磚的顧問，說出去也不怕笑掉大牙。王浩，識相的就趕緊滾，別在這丟人現眼了，這裡不是你這種廢物能待的地方。老朽倒要看看，誰敢動我的貴客！霍老，您怎麼來了？您快來看看，這有個土包子闖進宴會。王老弟，老朽可算把你盼來了。自博雅齋一別，老朽日夜都在想念王老弟那超凡絕倫的眼力啊！王浩先生乃是老朽的忘年交，他的鑑寶奇才遠超在座的諸位。今晚誰若敢對王老弟不敬，便是與我博雅齋與我霍某人過不去。霍老，多謝抬愛。
是小的有眼無珠，冒犯了王先生。正好今晚我们萬寶齋備了件鎮店之寶，本打算壓軸亮相，不如現在就取出來，請諸位一同品鑑。這汝窯盞經數位名家鑑定為北宋珍品，我就不信王浩能看出什麼名堂。只要他當眾露醜，我就能順勢挽回顏面。既然你有心賠罪，那就拿出來吧。諸位，剛才只是個誤會。今晚我們萬寶齋誠意滿滿，特奉上鎮店之寶北宋汝窯天青釉葵口盞。此盞胎質細膩，天青釉色溫潤，開片如禪意，正是傳世汝窯中的天哪！雨過天晴雲破處，這不會真的是傳說中的汝窯？這等品相，市場估值起碼8千萬甚至破億啊！王浩，你剛才不是很能說嗎？有種你上來憑借憑借，要是說不出個子丑寅母，就跪下給老子磕頭道歉。北宋汝窯，真是天大的笑話。這不過是一尊用高嶺土仿製、激光做舊，再用化學試劑做出天青色皮殼的現代頂級贗品。狂妄小兒！老夫研究古玩30年，這分明是真品，你竟敢信口雌黃，毀我萬寶齋名譽！是不是真的？用酒精擦一下就知道了。現代化學仿品的有機釉料最怕高濃度酒精。劉秘書，借一瓶高濃度醫用酒精和一塊白棉布。你少在這兒發瘋！要是弄壞了我的寶貝，你賠得起嗎？一切後果，我霍某一力承擔。真正的汝窯天青色乃是原礦瑪瑙入釉，經1000度高溫燒至，水火不侵，色澤永不退。看清楚了嗎？現代化學顏料。胎土規整死板，氣泡毫無層次，果然是現代激光做舊的高仿。萬寶齋竟然拿這種贗品來設局，簡直是古玩界的恥辱！天哪，真是現代化學仿品！萬寶齋居然拿這種地攤貨來騙人，太不要臉了！霍老饒命，這不關我的事兒啊，是劉胖逼我做假鑑定報告的，這東西就是500塊錢買來的高仿。你胡說八道什麼？給我閉嘴！劉胖，你敗壞國安行規，從今天起，我霍氏集團與萬寶齋斷絕一切往來。這裡不歡迎騙子，請你們立刻離開。都怪你這個喪門星！要不是你天天撺掇我在人前顯擺，老子今天能當眾栽這麼大跟頭，萬寶齋的臉都讓你丟盡了！姓劉的，你少賴我！當年要不是我利用職務便利從王浩公司卷走那300萬投給你，你現在還在倒騰假古董呢！你憑什麼全推我頭上？放屁！那300萬早讓你買包買車賣去光了。現在好了，鑑定師當眾說我家全是贗品，萬寶齋招牌砸了，老子馬上就破產了。那300萬是被你們倆合夥吞了。蘇菲，你親口承認的，省了我找證據的功夫。王浩，你跟蹤我們？我們剛才就是隨口爭執，氣頭上亂說的，不算數。那筆錢我們根本沒吞，是你故意套我們話。這一天，我足足等了3年。那300萬是我公司合法資產，法律會替我連本帶利拿回來，分文不少。季總，錄音發您了，麻煩轉告李律師，立刻起訴查封萬寶齋，凍結2人所有資產。對，現在就要他動手。王總，根據法院的財產保全令，萬寶齋名下的所有資產已經全部被凍結。辛苦了，李律師。蘇菲和劉胖轉移那300萬公司資產的銀行流水都鎖定了嗎？全部鎖定了。這300萬的資金鏈一清二楚，他們涉嫌職務侵佔和轉移財產，官司我們贏定了。很好，欠我的他們必須吐出來。王浩啊，二叔來看看你，你看你現在真是出息了。堂弟，以前都是我不對，你別跟我一般見識。你們不是早就跟我斷絕關係了？你們還來幹什麼？以前那是二叔糊塗，現在盛世四哥因為賣了假貨，客戶天天上門退貨砸店。堂弟，你認識貨老，一句話就能救我們，求你出面幫盛世四哥說句好話，不然我們家就要徹底破產了。你忘了我爸是被誰活活氣到重症監護室的嗎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爸是我親哥哥，我怎麼會害他？還有你王超，當初在盛世四哥逼着我向劉胖下跪，這些你們都忘了嗎？當初嫌棄我是窮光蛋，非要和我斷絕親戚關係的是你。現在看我發達了，就想來攀高枝，晚了。盛世四哥倒閉是你們趨炎附勢的報應。我們好歹是親戚，你當真要這麼狠心，見死不救嗎？親戚，你們配嗎？滾出我的視線，別再讓我看見你們。
小磊，有空吗？陪我去一趟古玩街。有空，我这边随时能洞察。万宝斋彻底查封了，整条古玩街接下来要重新洗牌，不少铺子出了问题，我过去看看情况。行，那我马上过来。浩哥，万宝斋被查封以后，有不少铺子贴了转让。咱们今天来是来带你看看大商机。磨蹭什么呢？快点搬！这箱瓷器要是碰坏了一点儿，扣光今天的工钱。动作快点，还有好几趟呢。王浩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年我不该背叛你，为了高薪跑去给刘胖当卧底，还出卖了公司机密。后来那老板犯法坐牢，我也没工作了，现在只能干体力活。你当年羞辱我，笑我一輩子翻不了身的時候，可曾想過今天？我不是人，求求你給我個機會，讓我在你手底下當個跑腿的行嗎？我真的快餓死了。人做錯了事就要承擔後果，我不對你落井下石，已經是我的底線。我明白，我沒資格求你原諒。記住，做人得有底線。你走吧，我不追究以前的事，但我們也再無可能共事。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？走吧，不說他了。肚子餓了，咱們去前面的私房菜館，邊吃邊聊。這張卡裡有500萬，我決定在古玩街租下地段最好的那家鋪子，開一間正規的古玩實體店，你來當大掌櫃。浩哥，這錢太多了，我怎麼能要？小磊，我最難的時候只有你幫我，兄弟倆一起開。這錢是我投資的，我技術入股，你出力經營。這店我們兄弟倆一起開。好，浩哥，兄弟齊心，其利斷金。這杯我敬你，以後我程小磊這條命就是你的。浩哥，你這規劃絕了，珍品區鑑定室一分開，咱這浩雷古軒的氣派在古玩街肯定排第一。開門迎客，規矩要立住，牌面也得撐起來。王老板，恭喜開業！季氏集團一點心意，祝浩雷古軒日進斗金，貨如流轉。季總親自過來，已經是給我天大的面子了。王浩小友，今日新店開張，老夫便借這方牌匾，送你一份薄禮，接手。霍老這手字力透紙壁，江城古玩界多少年沒見過這麼提氣兒的牌匾了。王老板年輕有為，霍老親自提匾，這滿條街獨一份的體面，以後咱們這幾個老家伙可要常來叨擾了。耗子，爸真沒想到，這輩子還能看到你出人頭地。你大伯和王超的盛世辭閣徹底關門抵債了，村裡人現在都在戳他們的脊梁骨。是啊。以前桃園村那些瞧不起咱們的鄰居，現在天天往咱們老家跑，帶了一堆破罐子，非要托你免費長眼，甚至還想送自家娃來你這兒當學徒呢。爸媽，村裡那些趨炎附勢的人咱們不用理會，二叔和王超那是自作自受，他們以後也沒臉再來糾纏。往後有這浩古山在，我一定會好好經營，有我在，咱們家就垮不了，誰也別想再欺負咱們。王浩，這是京城網玩藏家峰會的邀請函，今年匯聚了最頂尖的專家，還有一批流失海外的宮廷重器會首次公開亮相。霍老極力推薦你，這機會可不常有。好，我一定準時參加。霍老費心了，季總也替我了這麼多手續，這份情我記着。這峰會可不是誰都能進的。你能拿到這張請柬，靠的是你自己的本事，老夫不過是替你敲了開門。另外還有件好事，法院那邊的判決正式下來了。劉胖和蘇菲非法侵占你公司300萬的案子，證據確鑿，他們名下所有資產都被強制執行返還給你。那2個人現在已經徹底在這個圈子除名了，聽說現在只能到處打零工躲債，狼狽得很。多行不義必自斃。季總，這事從頭到尾你出了不少力，改天得好好請你。那我可記下了，等你從峰會回來再說。浩哥，這箱子是之前清理後院雜物間時翻出來的，裡頭都是些舊棉布和破衣服，正琢磨着明天扔垃圾站去呢。等等，把箱子抱過來，讓我先看一眼。古玩行裡的規矩，哪怕是扔垃圾，出門前也得過個篩，萬一裡面夾着什麼老物質呢？行，那浩哥你過個目。不過我覺得裡面真沒啥，都是些發了霉的爛棉花套子。
這是雙面測絲，老天爺呀！九龍纹明皇的规制，這是乾隆皇帝蓋的御用陀羅尼經被呀！這是双面測絲，老天爺呀！這九龙纹，這明皇的规制，這是乾隆皇帝蓋的御用陀羅尼经被呀！乾隆皇帝的被子，浩哥，這玩意儿值多少钱啊？程小磊，你刚才差点把整整6000万当成垃圾給扔了。這等國寶一旦煉世，絕對會轟動整個古玩界。小友，你打算怎麼處置它？霍老，咱們正愁去京城古玩藏家峰會沒有鎮場子的重器，有了這個，我們去京城峰會，看誰還小瞧我們。你這一路上神神秘秘的，連我都不讓看，這裡面裝的到底是什麼寶貝？今天可是京城頂級峰會，要是拿不出驚世骇俗的重器，季家和你的浩洛古轩可就掄笑柄了。放心吧，季总，這裡面的東西是乾隆御用的明皇雙面測絲經被，他待會兒一亮相，今天整個京城峰會絕對不會有第二件東西能搶走他的風頭。乾隆御用的雙面測絲經被，那可是只在县志和皇家内府檔案裡聽過的无價之寶，你竟然真的弄到手了！等會兒打開，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。季家真是没人了，竟然带这么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来参加我们京城顶级峰会。听说是个在江城地摊上靠捡漏起家的草根，运气好碰上1、2件真東西，就以為自己能成大師了，真是天大的笑話。不用理會他們，我們往裡走。你就是最近江城傳得沸沸揚揚的王浩，年輕人。撿漏靠的是運，見寶靠的是眼。這頂尖藏家盛會可不是草根過家家的地方。月老說的在理，草根也好，世家也罷，真理只在物件上。哼，好一個牙尖嘴利的小輩！既然你對自己的眼力這麼自信，今天老夫就跟你比一場。怎麼比？一件東西，誰說的準，說的全，誰贏，輸的人當場寫下保證書，宣布退出古玩行，這輩子別再碰任何一件老物件。敢不敢接？小子，這位老先生經營古玩行50餘年，什麼稀世重器沒見過？你一個半路起家的外行，也敢跟這位老先生叫板？趁早認輸滾蛋，別在這兒自取其辱！行，我接。裁判是誰？自然得請一位我們都信得過的人。老岳，多少年沒見你下這麼大注了。行，老頭子今天給你們當這個裁判。不過說好，我的裁定就是定論。各位，今日峰會，老頭子帶了一件東西來，不展不賣，只當給在場諸位助助興。今日正好月老與王浩小友切磋，二位替老頭子長長眼。這尊銅佛什麼來路？是真是假？秦老，您這尊佛，開門！遼代中晚期的官造精品。諸位請看，羅髮細密規整，肉際平緩。再看面部，豐儀廣額，眉弓低平，雙目微垂，嘴角含慈，典型的遼代佛陀開臉。再看鎏金，順着衣紋和肢體轉折處自然剝落，露出底下一層古銅自然氧化的皮殼。這種皮殼包漿老辣，沒有300年以上的時間絕對養不出來。月老說的對，這尊佛的皮殼太開門了，那種從骨子裡透出來的舊氣仿不出來的。月老果然是行裡的定海神針，50年功夫一眼就定乾坤，這才是真本事。有些人啊，別以為瞎貓碰上死耗子猜對了一回，就真把自己當大師了。王浩，你呢？方才老夫講的這樣清楚了，你該不會還有別的想法吧？秦老，這尊銅佛是個現代高仿的灌鉛水泥貨。哈哈哈！王浩，你是不是想贏小瘋了？月老都看過了，這是開門紅的遼代官造，你居然說是水泥高仿？秦老，看來這場比試已經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了。這小子不僅眼力全無，連古玩行最基本的敬畏之心都沒有。您看，是不是該讓他履行賭約，當場寫下保證書，滾出古玩街了？
王浩小友口說無憑，這尊铜佛是老夫多年前帶回来的。你既然断言它是现代水泥货，总得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。秦老说的对，小子拿不出证据，你就当众写下退行照证书，立刻滚出古玩界。秦老，古代鎏金采用锰鍍法，金层厚实，而这尊佛像的金层薄如蝉翼，边缘反光极其规律，这分明是现代才有的电镀工业法。诸位在听，古铜造像内向空灵，敲击时声音清脆，余音不绝，而这尊佛的声音。真铜器和老朽坚硬如鐵，针刺不入。可我這一針下去，輕而易舉。秦老，請看，這是尚未完全的現代防裂水泥灰，究竟是古銅鏽還是水泥？您一聞便知。老夫收藏此佛多年，竟被这表面的皮壳蒙騙。今日若非王浩小友，老夫险些毀了一世英名。这場比試，王浩贏了。這怎麼可能？妙啊！電鍍金泥心貫鉛，不傷器物，見微運真。王浩小友，老夫這尊佛確實是現代高仿。月老，願賭服輸，這是行義之書，您現在可以寫了。王小友，剛才不過是老夫一時興起，開個無傷大雅的玩笑。大家都是行內人，低頭不見抬頭見，何必當真呢？月老，若是我輸了，恐怕現在已經被保安轟出大樓，淪為全京城的笑柄了。您覺得那是玩笑嗎？月老，若是我輸了，恐怕現在已經被保安轟出大樓，淪為全京城的笑柄了。您覺得那是玩笑嗎？秦老，您最是德高望重，您幫我說句話呀！我在這行裡幹了50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。要是真簽了這退成書，我這張老臉往哪兒放啊？月老，賭約是你自己提出來的，規矩也是你定的，在場上百位同僚親眼見證。老頭子既然當了這裁判，就得講究一個公道，願賭就要服輸。王浩，老夫在江城和京城都有人脈，你今天放我一馬，算我欠你一個人情。以後你的店，老夫全力扶持，否則我讓你在江城混不下去。月老，把玩行立身先立德，願賭服輸。今日這字你必須簽。真沒想到，月老名聲在外，私底下竟然是這種德行，輸了還想賴賬，真是丟盡了把玩行的臉。老夫簽了。王浩，我們不死不休！王浩，你太棒了！今天這一戰，你的名聲徹底在京城打響了。月老這種人心胸極度狹隘，今天丟了這麼大的臉，他絕不會善罷甘休。我們回江城後，得提防他的小動作。王浩小友，剛才你在展廳那一手聽音辨泥，實在讓老朽嘆為觀止。秦老過譽了，晚輩不過是實話實說，投機取巧罷了。年輕人不驕不躁，難得。老朽收藏半生，偏愛高古玉器，只是有幾件東西始終沒弄清楚。今日既然遇上小友，老朽便厚着臉皮，請王浩小友當場為老朽解惑。秦老，這第一件是戰國早期的盤赤紋玉玦，和田青白料，這沁色已入玉肌，盤完時溫潤如紙，邊緣這抹朱砂沁更是神來之筆，很開門的戰國重器。至於這第二件，底料雖然是漢代老玉，但上面的獸面紋飾是現代用微型激光雕刻機後期補刻，重新雙使做舊的，這叫老料新工，修復痕跡就在玉牌邊緣的內楔處，仔細看，還有一絲機器高速運轉留下的極細崩口。至於這第二件，底料雖然是漢代老玉，但上面的獸面紋飾是現代用微型激光雕刻機後期補刻，重新汆使做舊的，這叫老料新工，修復痕跡就在玉牌邊緣的內處，仔細看，還有一絲機器高速運轉留下的極細崩口。精闢，實在是精闢，連微型激光的修復痕跡都能一眼看穿，你甚至連年代和礦料來源都分毫不差。王浩小友，老朽活了70餘載，今日對你這雙神眼徹底心服口服。明日你一定要來老朽府上，老朽那藏寶閣裡還有幾件吃不準的絕世孤品，正等着你這位大宗師來揭秘。
秦老，有您这句話，王浩在古玩界的底气可就足了。王浩小友的眼力无人能敌，只要老头子我还在一天，秦家就是王浩小友最坚实的后盾。给我听好了，立刻召集江城古玩街所有的铺子老板，就说老夫发话。从今天起，围剿浩雷古轩，誰敢帮王浩，就是跟我岳家作对。老夫要让王浩那個杂碎回了江城，寸步難行。這不是浩雷古軒嗎？我特意從海淀過來的，怎麼被鐵柵欄堵死了？市政施工，連根繩子都沒綁緊，一看就是臨時掛上去的。昨天峰會上，王浩把月老收拾了，今天門口就讓人堵成這樣，你說巧不巧？算了，咱別摻和這渾水，可惜了。聽說這王浩是真有本事的。李經理，你這叫怎麼回事？我們店開得好好的，你突然把大門和車位都給封了，客人怎麼進來？程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這是古玩城管委員會統一安排的消防和管道整改，別家都配合，你們浩雷古軒總不能搞特殊吧？那憑什麼對面孫老板的店門口不封，偏偏就封我們一家？你這分明是針對！哼，針對你又怎麼了？程老板，做人得有自知之明，你們浩雷古軒得罪了惹不起的大人物，這店能不能考過這星期都兩說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趕緊收拾鋪蓋，少在這裡白費力氣。這幫王八蛋現在不僅堵門，還在網上雇水軍造謠，說我們鑑定收費貴，專門做局騙人。浩哥，你可算回來了！李經理整我們，天天施工噪音不斷，客流量掉了大半，經常合作的幾家鋪子也聯起手來不給我們供貨，網上還有水軍天天發帖子抹黑，再這樣下去，店都要開不下去了。他們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，說明已經無計可施了。這辦得也太狠了，浩哥，你倒是想個辦法呀！李經理說了，咱們得罪了惹不起的大人物，店開不過這個星期。誰是這家店的法人王浩？我們接到行業協會實名舉報，稱你們浩雷古軒涉嫌私藏、倒賣未經登記的來源不明物件，非法交易、偽造古玉。這怎麼可能？我們店裡的每一件東西都有合法的登記和來源憑證，你們不能血口噴人。這都是別人惡意捏造的，我們絕對沒有違法。多說無謂，我們要依法對你們店內的所有高估值藏品進行就地封存、扣押核驗，在結果出來之前，店鋪必須立刻暫停營業。王老板如今鋪子查封，風光不再，滋味不好受吧？實話跟你說，一切都是月老的意思，你再折騰也沒用。你要是實在沒地方去，我老孫鋪子裡還缺個打雜的，月薪3000，管午飯，比你開這個店穩妥多了。月老仗着資歷壓人，背地裡動用關係打壓同行，自會有看不過的人收拾他。倒是你們，借着他的名頭，在這扎堆煽風點火，惡意造謠，一門心思盼着同行倒閉。小心多行不義必自斃。王浩，你少在這裡給我咬文嚼詞，得罪了月老，老子今天就把話撂在這兒。在江城古玩街得罪了月老，你這輩子都別想再翻身。我們走。浩哥，這店可是咱們全部的心血啊，就這麼讓月老他們給毀了。是啊，浩哥，不少客戶已經在催單了，名譽要是毀了，以後咱們在江城就再也立不穩腳跟了。秦老，月老聯合江城這幫地頭蛇把我的店給查封了。什麼？好大的狗膽！王浩小友，你不用慌，老朽今天就帶京城收藏家協會的骨幹做專機過去，我倒要看看江城誰敢動你的店。喂，我是秦天德，立刻通知京城和江城所有的拍賣行、典當行，從現在開始全面斷絕與岳家的一切業務官僚，誰敢收岳家一件古玩，就是與我秦家為敵。另外，安排專機邀請協會的骨幹去一趟江城。既然你們想玩大的，那這江城古玩街也是時候該徹底洗牌了。老爺子，您這是要去浩雷古軒？去不得，去不得呀！怎麼去不得？我聽說那裡的王浩大師眼力一絕，特意來找他長眼。老爺子，您那是老黃歷了。王浩前天因為私藏來路不明的赃物，店早就被管委會封了。王浩那點名聲全是靠騙老百姓炒出來的。您要鑑寶，來我們店不僅分文不收，估價還高。
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浩雷古轩低价流出来的私藏宝贝，宋代官窑、元青花，通通半价甩卖了！你放屁！我们浩雷古轩什么时候卖过这种垃圾货？你们这是赤裸裸的造谣抹黑！程小磊老板，店都被查封了，脾气还这么大呢？我们卖我们的货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有本事让你那个王浩出来当面指证啊！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！浩哥，你天天搁这整理文件有什么用？外面都快把我們妖魔化成騙子大本營了。小磊，做大事者要沉得住氣。這裡面是孫老闆他們惡意攔截客戶、造謠生事、用劣質假貨冒充我們貨源的全部高清視頻，還有我們店裡每一件藏品的合法來源和鑑稅憑證。我現在就把這些證據送到行業協會仲裁處。孫老闆他們用下三濫的手段，我們就用規矩砸碎他們的飯碗。這店之前不是給封了嗎？怎麼這陣仗搞得這麼正規？你看那發票上的公章，真家伙吧？還真是，每一件東西都有來處，發票時間、交易單位、關稅記錄，一個不缺。之前聽人說浩雷古軒的東西來路不正，這是被人潑髒水了吧？大家看，真正的古玩包漿是溫潤內斂的。而對面攤位上那些號稱浩雷古軒流出的物品，釉面泛着刺眼的化學光，是用良酸咬蝕過的。大家千萬不要上當。講得透徹，有發票有證書，人家王浩大師行得單坐得正，根本不可能是們騙子。說得好！江城行業協會的負責人呢？我秦天德今天親自作保，浩雷古軒的每一件高古玉。青銅器手續100%合法，老夫也可以作證，王浩的眼力有目共睹。你們聽信幾個地頭蛇的惡意舉報就封店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紀氏集團的法務團隊已經介入，對於孫老闆等人的惡意造謠、惡性競爭，我們要求立刻徹查，給守法商戶一個公道。錢老、霍老季總，您各位息怒，有了這些鐵證和您幾位的擔保，我們立刻為浩哲古軒解封，並對孫老闆等人進行立案調查。秦老，您饒我一次吧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從今天起，秦家在全國的所有渠道徹底封殺你們這幾家店，等着的還有仲裁處的100萬元罰款和起訴。小磊，準備一下，接下來我們要辦一件江城幾玩界的大事。觀眾朋友們，我現在正在江城首屆民間古玩大戰現場。本次大戰由浩雷古軒聯合主辦，不僅展出了多件稀世珍寶，而且全程免費對市民開放。大娘，這碗雖然不是官窯，但確實是清代晚期的民窯珍品，能傳下來不容易，您好好收着。不愧是王浩大師，一點架子都沒有，還免費幫我們看，真是大好人啊！秦老，你看。王浩現在身上已經有了真正宗師的氣度。不錯，江城的泥潭留不住王浩，這小子的未來在整個天下。幾位老闆放心，只要是我們浩雷古軒蓋章認定的物件，全國任何一家博物館都認。你瞧瞧，這排場，這光景，真是咱們老王家祖墳上冒青煙，燒起萬丈高的香火了。從前誰能想到咱們家能有這般風光？王浩小友，如今這浩雷古軒已經成了全國古玩界的風向標。這杯茶，老朽敬恭喜你終成一代宗師，也是我們新成立的綜合性古玩文化集團的董事長王浩先生。這不僅是我的浩雷古學是大家的，多謝秦老的提攜，季總的支持。我的一雙神眼辨得清古玩真假，可比起一件件古董珍寶，綿延千年的華夏文脈，才是我此生拼盡全力要守護的無價瑰寶。